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我们会来关心到是伊朗的水母天网，竟然是可以猎杀美军的 F-15E， 怎么做到的？等一下来关心。另外就是伊朗，它靠着50年它的这一款年老的 F-5竟然可以钻爆美军的基地，美军防空神话等于破了吗？今天另外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有80%的船通行在这边都得听德黑兰的话。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先欢迎在场来宾，台北市议员侯汉廷议员。主持人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彭华干哥。思密好，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密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前，先提醒大家，环球大战线会员频道已经成立了。那在上面呢，我们有很多的会员朋友，先念几个会员朋友特别有来支持我们的，包括呢，上面有 Martin、伟哲、瑞雪、One Berry、6350、Kevin Lu、梁光等等，其实有非常多的朋友来自世界各地，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么提醒大家赶快按下这个环球大战线的这个会员频道，按加入呢就能够成为我们的战友。今天一样留言区留言告诉我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做回复，写下思密我在哪一个城市。好，今天美伊战事我们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的2大战场细节再度的被掀开，而且这一次最不堪的就是伊朗，不是美军了。我们先来看到，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4月份的时候，伊朗是不是大家还记得吗？曾经击落过美军的 F-15E。要知道，这个 F-15E 造价达到了价值数千万美元，打下来不得了。结果现在呢，回溯说，到底当时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发现竟然当时是被低成本的无人机一路给盯梢的。另一边，等一下也会来关心到是伊朗它服役超过半世纪的 F-5老战机，居然可以钻进美军最先进的防空体系来完成轰炸耶。等一下，我们就这2起事件来慢慢的做剖析。好，先来看4月份被伊朗击落的这个 F-15E 哦，五角大厦研判怎么做到的呢？当时伊朗恐怕使用的是多架的这种无人机来协助去追踪看看 F-15E 人到底在哪里，包括说这个无人机可以找到 F-15E 的具体位置、它的速度、飞行的方向，然后呢把这些相关的资料赶快速的传回到地面，给这个监射防空飞弹小组，他们呢透过小组再完成精准的猎杀。好，当时也做了一个回顾说呢，其实在天空中突然间出现了一群，好像科幻片哦，就像是水母一样的无人机，有非常多架在上空。那多架的无人机彼此之间还是联动的状态。消息人士说，就像是无人机的雷区。那么 Warzone 是这样做报道的，他说真的是很像一个科幻等级片的一个 AI 的蜂群。当时到底是怎么运作？我们刚刚说很多无人机在上面嘛，怎么运作的呢？其实呢是一架装有摄影机的无人机，它可以提供有关于敌机的大致方向跟速度给其他架的无人机哦。那么大家就可以透过分散的方式呢，形成便宜分散而且很难被一次摧毁的空中感测器。所以怎么运行呢？无人机在发现了敌军的目标之后，赶快再把资料回传到地面的小组做埋伏之后，最后靠着监射飞弹来做开火，就把当时的美军 F-15E 的战机给打落了吗？是靠这一套逻辑吗？那 F-15E 发生了之后，也代表美军再也不敢高调深入在伊朗的上空领空了吗？汉廷怎么看这一起事件？首先，在4月份的时候，大家还讨论到底真的假的哦，那还是说是他的幻觉，还是说是其他的可能攻击？但是后来经过了军事专家的详细对比，确认实际是美国空军的F-15E 被击落了。那这非常的算是严重吧。F-15E 呢，它是美军空袭伊朗对地打击的主力，而且呢，它还能够有隐身的装置甚至呢，它也非常的厉害。可是呢，美军高层军官承认，伊朗它借鉴了俄乌冲突的经验，在美军战机活动附近提前设好了大量的无人机。这些无人机呢，它可以有 GPS 的坐标，然后定位飞行的速度，最后呢还能够回传整个航行的方向。所以这个机组人员他才回忆说，天空像出现了一群水母一样，而且多架可以彼此联动哦。就以前的传统防空很像是用望远镜来找敌人望远镜呢也很贵，而且也很容易被炸，视野也比较狭隘。伊朗的新玩法就像在天空撒了一大把的蚊子，
每只蚊子就几块钱，但是呢就组成了一张活体监控网。你拍死一只蚊子，剩下的一大堆继续在盯着你，而且呢它们还可以联动。你炸掉了雷达站，蚊子也还在继续飞。所以大象再强，它也很害怕蚊子组团盯着它，然后一直盯一直盯。另外还有一个 F5的老古董突袭，50岁的战机竟然能够钻进了爱国者的漏洞之间。前美国北防司令的这个范赫克亲口证实非常的丢脸。为啥呢 ？F5是个很落后的，是在冷战时期轻型战斗机，服役超过半个世纪啦，也没有隐身能力，也没有现代的精准的武器，甚至雷达系统也很落后。应该是要成为爱国者系统的这个标靶，他一来，爱国者系统就打回去啊。结果想不到爱国者拦不住，为什么？因为爱国者系统它擅长拦截导弹弹道导弹这种高速目标，它的雷达扫描模式和火控逻辑都是针对高速高空大目标来的。可是面对这种贴地型15公尺飞来的小型战斗机他来不及反应就等到他发现的时候，他已经不知道怎么反应了。一开始他可能还觉得这没什么了不起，就没有搜寻到，就好像啥呢？就好像爱国者呢是一个专门抓超速的交通警察，对吧？这个高速公路上来的车他会抓。但 F5像啥呢？它就像一个破烂的脚踏车它沿着路肩然后蛇形骑过来，所以它甚至很低很矮，它的高度都没有到交通警察的膝盖，所以交警的测速雷达扫不到它。然后等到交警发现我怎么脚下痒痒的时候，人家已经打过来了甚至呢这个自行车已经从我的这个双腿之间穿过去，还回头扔了一个汽油弹。所以是否代表全新的防空逻辑呢？其实是，而且是一个典范型的颠覆。好，有关于汉庭刚刚讲到的第2点，有关于这个 F5，等一下也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因为刚刚说了嘛，他其实年纪已经非常大，已经达到50岁的这一架 F5的战机，他当时采取的方式，做攻击的方式，确实如汉庭说，他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是用低空突防的方式，低于50英尺的，然后呢，接着在高速前进，全程是无线电的静默状态，然后呢就避开了这个爱国者防区。好，现在美军还有另外一个很难堪的问题，就是呢，美军互相各个部门之间互相推卸责任。我们先来看一下其实在1947年之后，美国的空军独立之后，基本上的分配工作是这样子的。基地的地面防空是由陆军负责，空军负责战机，爱国者、萨德等等的防空系统是由陆军承接。但是今天的战场变得更多元，但是呢，各个军种之间却是各自为政让美国现在出现了所谓的防御的空窗期。伊朗是不是也看穿了现在美军的这个防空上面的弱点？那2个事件，不管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F-15E 用美军的这个伊朗的水母无人机的战法，还有关于这个 F5的事件，厉将军又怎么看？思敏，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看你知不知道？这个防空飞弹是属于陆军还是属于空军？防空飞弹，各位观众，你可以去推测一下，你认为属于陆军的就写1，你属于空军的你就写2。欢迎观众朋友来留言跟我们互动。对，留言恐怖这个我这边其实我们包括我们台湾在内其实一直改来改去。这个原来最早是属于陆军的，后来有一段时间编成空军，后来又有一段时间又编回陆军所以这个防空作战到底应该属于陆军还是空军？其实，在我们军界来讲，有很多的讨论。为什么会陆军一下空军改来改去，就是一个作战体系的整合的一个问题那如果说是都归陆军来讲的话，但是你地面的导弹，飞机在天上，空军是在天上飞的飞机，那你2者怎么来整合？我们不要讲说是这个飞机回来的时候，我们要陆军要开辟一个空中走廊掩护它通过，然后甚至不要误击自己的飞机。但是如果在防空作战的话，双方必须要结合。我讲一个具体的一个名词，叫做弹弹机弹炮。什么叫弹弹机弹炮？就是最早的时候，你一定是区域防空的飞弹先打出去。如果说是像这个解放军的红旗9或者是 S-300、S-400等等来讲的话，射程都在这个200-300公里之外你就要发射出去。这属于我们称之为区域防空。然后如果敌机再接近，你第1层没有拦截到的话，就第2层的导弹要再打出去。第2层的导弹，就解放军来讲，它可能用的是
红旗22哈，射程大概100公里。那第3层的话，可能就用战斗机去拦截哈，然后第4层如果战机再没有拦截到，再接进来的话，就要用短程的导弹。那最后当然是靠机炮，所以是整个重层拦截哈。那地空必须，陆空必须要互相的配合。那这是很明显的。就美军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们陆空来讲没有说是协调好，没有联系好，所以才会形成一个空隙，让 F5战机可以钻隙钻进来。那导弹你知道都是用雷达来侦测，这个雷达来对空来实施搜索，这是这个地对空的导弹，它用雷达。是。那第二个，我在好奇问一个问题看观众知不知道地平线有多远？地平线如果说是我们其实可以算得出来了，有公式，大家 Google 去看。就我如果说是以一个，我通常来讲，如果说以一个人的身高，这个1.7米来讲的话，大概看过去的距离顶多就是这个可能。大概10几公里这么远，那雷达来讲也是一样，它超过地平线它就没办法看，你站得越高可以看得越远，可以超过地平线。那在这种理念之下，如果说是你对空雷达，譬如说是你不管是 S300或红旗9，你的雷达对空侦测来讲的话，它如果说是在地平线以下，你就侦测不到。那如果说再有地形地物的阻碍来讲，你更可能侦测不到。这就是 F5战机为什么它低于50英尺，50英尺只有多高呢？50英尺大概只有4层楼这么高，这非常低。那我特别要强调伊朗这个飞行员也非常的勇敢，他敢飞到这么低，在山谷里面钻，让你的地空雷达看不到。那美军有没有空中？那你就必须要借助空中的预警机由上往下来看。但是如果说你空中的预警机跟地面雷达彼此不能配合上，地面看不到的空中预警机又没有升空来侦测，美军极可能是轻忽了或轻敌了伊朗这个 F5战机居然还可以飞得起来，还有战机的力量，所以他没有办法24小时保持预警机在天上由上对下来实施探测。来侦查哈。第二个，美军也有可能它的这种预警机的战力，因为那毕竟来讲，整个波斯湾这么多个，美军整个在波湾那么大一个范围，它都要派遣预警机，它可能力有未逮，做不到，所以会产生了由空往下的间隙，就是只靠陆军自己去防卫。但是好，最后一层防空来讲，应该就像我讲的，最后还有一层，你最起码基地里面还有导弹，对不对？这个监射型的导弹，如果看到敌机过来，还有监射型的导弹，或者是地对空的这个机炮，可以来拦截这个 F5战机嘛？那为什么最后一层没有呢？我跟你讲，最后一层美军全部跑去住5星级饭店，他基地没有人。我讲的不是笑话，我讲的是真的。大家看一下，这是这个波斯湾这场战争里面，美军为什么伤亡很少？有些基地被打得很惨，但是他伤亡很少，因为美军人命关天他人命为主，所以很多在战时的时候，他将基地里面的人员非必要的人员，他全部撤到5星级的饭店，躲到那边去避这个伊朗的这种火力的攻击所以最后一层的防空它就破空了。那你想想看，地空之间没办法联合，空中来讲它没有办法由上往下来做这个24小时的监测，那 F5战机又从这个空隙里面钻进来，到最后一层防空，你美军根本就没有在守，你所有人都撤到5星级饭店去，难怪 F5战机这么老古董的战机可以发挥对你攻击的力量。这个是我觉得伊朗讲，第一个很勇敢他敢这么低空飞行；第二个，他冒险性也很强。那第三个，他找到美军的空隙在什么地方，才会发挥这么大的一个战果。好，我们看到，所以伊朗的2次的战法等于找到了美军神话它的一个空隙也打破了所谓的美军神话。这是在空中，伊朗祭出的最新的一个战法。那第二个在海上，我们也要特别来关心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了。因为呢，其实川普到现在为止都非常的有信心，他说呢，荷姆兹已经完全的掌握在美国的手中。赫格塞斯甚至说，美军已经有足够的资源可以维持对伊朗无限期的封锁。但是我们如果看具体的数字，却不是这样子的。船东完全不相信美国能保护他们啊！我们来看到8月11号这一天，荷姆兹海峡14艘船通过，非常的少只有战争之前的1成。那14艘通过的里面，还有11艘走的都是伊朗它的路线那么这当中，我们在这几天还看到了2艘通过荷姆兹海峡的船被伊朗给攻击。现在看起来，伊朗确实
高度的掌握了整个荷姆兹海峡。那么呢，路透社也直言了说，有关于美国现在做这个针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各种打击，确实有打击到有关于伊朗在海上的海军，但是目前为止，荷姆兹海峡的控制力主要还是握在伊朗的手中。干哥怎么看？为什么？因为50-60年来啊，荷姆兹海峡都是你说它不是伊朗的内海，对，没错，它不是它的内海。可是它是不是实际控制在伊朗的手上？是。所以说一句实在话，美军有科技优势，也有武力的优势，但它没有传统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个区域始终它是在伊朗的手里面。那你现在想要改变当地的局势的话，那你就要投入成本。比如说，你要建设更多的预警系统，你要派军舰，甚至你要派武装部队，这些都要花成本下去。短时间你可以做得到，时间一久就不可能。为什么？很简单，因为这个地方很多船要过。最高峰的时候啊，每天130艘船过，现在一天只有14艘船，其中还有11艘是靠伊朗这边走的。为什么？靠美军这边的话会被伊朗打，对，所以他只好靠伊朗这边，靠伊朗这边走还比较保险，而且它的收费不会那么贵。大家知道，现在如果说是挂着巴拿马船籍，或者是说挂着，也就是说，如果你是实际上你是西方的那个邮轮，然后你挂着那些船籍，是一眼能够被看出来的话，坦白讲一句，像这些船，他们的保险费都非常贵的，你知道？平均从300万到300万到1000万美元的保险费，这种保险费是依据船舶的价值而定的，大约是这艘船的10%。也就是说，你现在要通过的话，你要缴300万美元的钱，那可能这艘船它大概价值3000万，或者是要到1000万美金啊等等，就是说大概是以10%来计算。是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说句实在话，很多船公司他们都受不了，为什么？太贵了。通过一次要300万到1000万美金，那我们到底还剩下多少利润呢？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难怪现在通过荷姆兹海峡的那个邮轮或货轮，都数字一直没有办法提升。那你一直没有办法提升的话，美国对于世界的承诺就一直打折扣。这就是川普现在最伤脑筋的地方，因为只要邮轮开不出来，西欧受影响，然后东亚受影响，美国自己本身也受影响，这就是最大的难题啊。对，所以我们看说，到底美军能够进行多长的封锁，你不知道，然后连川普自己都不知道。他认为说他的科技能够打败一切，如果你的科技能够打败一切的话，为什么一架 F5，伊朗的很旧的 F5，我今天跟大家坦白说一句，伊朗只剩下 F5可以拿来攻击了。50年前的老飞机，为什么？因为他们空军已经没有飞机可用了。但既然这样子，还能够真的钻到科威特的基地去丢炸弹，还飞回去，美国你真的很丢脸，你知道吗？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赶快来看到日元，没有想到怎么又再度的崩回了160防线呢？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连续2个月日企超过1000家倒闭，光是这半年就有超过5000家日企倒闭，创下14年最惨。目前日本在国内民众苦哈哈，消费者物价指数飙升了7.2%，创下44年来最高。进口物价更是一口气暴涨了将近30%。高市现在陷入说到底要不要升息的一个窘境到底是要救老百姓还是救企业呢？今天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但是问题来了，救不救得了日本的经济？好，先来看先前日元是前
在前一度是贬到了$1对上164附近，创下40年的新低，大家应该都还有印象。所以当时呢，大家还记得吗？美日不就是开始出手了，联手救日元，确实汇率一瞬间拉回到了155大关，看似守住了防线，结果没有过多久，现在又逼近了160大关，先前的升值幅度等于一口气全部都吐回了大半。这也其实反映了就是日本最现实面3个结构性的问题。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确实到现在为止，美日的利差存在大约达到3个百分点，所以大家还是喜欢卖日元去买美国相关的商品啊，那日元还是会持续的贬。第二件事情，确实现在日本的进口呢，日本的能源啊，或者是它的食物还是要靠进口，所以以美元计价的话，你还是要把日元卖掉，然后不断的卖日元去买这些他们的商品，日元在卖的过程当中就会继续的接受到承压，也就会继续的贬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日本政府陷入两难了，好，要救日元，那是不是要升息呢？升息又会陷入债务的危机等等。现在日本的政府其实是相当的两难的。再来，虽然说我们看到日本手中握有1.4兆美债哦，但是看起来非常的冲突，但是他们真的会愿意抛售美债吗？因为抛售美债会推高美国的殖利率哦，甚至牵动美国跟日本的金融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到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当时的美国的财长贝森特这么着急着要救日元，就是担心日本抛售美债的问题。好，所以节目一开始先请教汉庭怎么看了。我们现在看起来救了半天，美日联手还是救不起日元啊。那市场是不是也看穿了日本政府没有能力保住他们的日元？汉庭怎么看？当然啦，因为日本政府根本不愿意，也没有承受真正的扭转日元颓势的代价，所有的砸钱都只是短效的止痛药。毕竟当前日元贬值的结构性因素是这边说的至少3件事。第一个就是套利的交易，而且是天天发生。只要美国是高利率，日本近乎零利率，那么全球的对冲基金每天一醒来没事干，它就有强烈的动机去借低息的日元，然后呢再把日元给卖掉，换成高息的美元。所以这笔资金的流动高达数兆美元，远远超过了日本央行能够动用的外汇存底。那大家都在卖日元，当然日元就贬值。那第二个，那随着日本内部的物价越来越贵而且呢，如果跟外面采购的东西也越来越贵，那自然而然贸易商想要再跟海外去购买东西的时候，就要准备更多的日元，然后再把这些日元呢再度换成美元，于是市场上又是大篇幅的继续在抛售日元。那这些都不会因为中央政府偶尔买了一些钱就取消，所以这所谓的美国跟日本联合来拯救，但也不过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汇率就跌回原价。所以政府的干预在短时间内拉抬汇率，吓阻了部分的投机客，但其实根本问题不解决是没有办法的。那怎么样才能够根本解决呢？日本政府又不敢这么做，就是源头切断所有的套利空间嘛。比如说日本央行大幅的、快速的，然后来升息，不敢啊。为啥？因为国债风暴问题很重啊。日本政府负债极高，而且日本央行为了要维持宽松，自己买下了超过1半的日本国债。那如果利率上升，读过经济就知道，债券的价格就会下跌。因此，如果央行暴力的升息，那央行跟各大银行手上的国债资产就会面临巨大的账面亏损，很可能也会引发金融系统的流动性危机，而且这也会有财政利息上的压力。那目前为止，高市早苗虽然他又说我们要花多少钱，可是市场上往往会觉得这个更加的担心，为啥呢？因为你也没有新的税收啊。高市早苗推出了370万这个庞大的370万亿的这个日元超大投资计划，可是你也没有新的税收来付这笔钱，所以你本来就负债累累，加上你又宣布要借一大笔钱投资，可是也没看到你有增加收入的方法，那大家更加认为你日本的财政很不健康，甚至也担心日本还不出钱，继续对这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失去信心。我更不想要有日元，然后就赶快卖掉，所以日元就会继续下跌。
那因此现在短期间呢，反而是什么？各种的干预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上车的机会。你最好再砸钱，对吧？然后呢，这个日元稍微回来一点的时候，反而能够用更便宜的成本重新建立放空日元的部位。所以到目前为止呢，其实是一个死循环。好，那现在所以看起来，日本如果真的要救日元的最终方法，就是还是要升息了。那他们现在幅度也出来了，就是从目前设定的利率从1%要调高到1.25%。如果升息的话，那就会降低这个美日利差的这个诱因了。那当然，日元就有可能走强。日元如果走强的话，才有利于这些企业进口商他们买这些国外的这些原物料商品也不会这么贵。但是现在的问题来了，中小企业已经等不到政府升不升息啦。现在日本内部的企业已经出现了大批的倒闭潮。我们来看到具体数据CG 第一个，2026光是上半年而已，1000元负债以上的日元的企业倒闭已经达到了5300多家，这个年增幅超过了7.1%是12年来首次在上半年第一次突破了500家。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出在物价上涨，还有缺工等等的问题。那我们来看到今年的6、7月份各有1000多家企业破产，是2012年来首次。那么负债的总额年增更是高达了40%左右。另外呢，我们也要关心到说日本政府一旦升息，还有另外一个企业会碰到的问题，就是他们的借贷融资成本也会更高。那接下来日本政府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会不会就是要不要升息成为了他们的考验？那会不会引爆更大的一个倒闭潮？干哥又怎么看？我认为会引爆更大的问题。为什么你知道？因为升息绝对不是办法。你去想想看以前在7月的时候已经一度达到1美元对163日元，经济学家说这个完全不正常，完全不正常。日本的国债吓死人，应该是1美元兑换62日元才是正常的。它现在已经几乎快到3倍，你就想到说已经到162了，现在稍微跌回来一点，现在是1美元兑159。可是上半年已经倒掉1000多家企业。大部分都是属于小型企业，那这些小型企业的资本额大约在1000万日元以下。为什么？他们是被什么因素给拖垮的？很简单，他找不到人，也就是劳动力短缺。第二个，他就是因为物价上涨的原因，他的人事费也跟着一起上涨，所以这些企业自然而然就倒闭了。所以大者恒大，小者恒小。你就说比较大一点的企业，资本额比较够的企业。他们比较能够撑得住，可是小型的企业它是撑不住的。他们现在有个理论叫什么？叫做咖喱猪排理论。什么叫咖喱猪排理论？就是说你可以很简单去看日本的一般的家庭他们去吃一顿咖喱猪排中饭，通常来讲的话，500日元可以解决这一顿。但是呢，从6月以来7月，甚至到现在8月初，他发现要吃一顿咖喱猪排要花550日元，对一般家庭的感觉，你马上就有感。为什么？因为不是我一个人吃他们说4口之家，其中有3个人在上班，每天他们就发现3个人他们叫一顿咖喱猪排或者是拉面，他们都发现贵了50到100日元。那1年下来，4口之家。你知道要多支出多少钱吗？9万日元，大约是3万台币。对于一般家庭而言，他马上就很有感觉了。这就是现在日元那个贬值最大的问题。通常我们来讲一句就是说，利多的时候就是出口的时候，那利空的时候就是进口的时候。为什么？就我们出口商因为日元贬值，所以很便宜对不对？所以我们出口的话就是利多，可是呢，你进口的话。就是利空为什么？对，因为买东西很贵就是我刚才所讲的，老百姓买东西、吃饭、消费都变得很贵了。你知道现在外媒都已经有讲了，东京现在是我们所有人的仰望。为什么？去到日本，所有的你说这个住宿消费饮食以及观光都比纽约便宜2/3，已经到2/3了。就代表什么？你知道？就代表日元贬值太可怕、太厉害。那更不用讲，台湾人爱去日本观光。对，我们对岸的朋友们也很爱去日本观光。为什么？因为日元贬值成到这个地步，所以说
日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它不是一朝一夕能够解决。我觉得9月高市早苗升息，还是一样不能够解决问题。所以我要讲哈，上半年5000家倒闭之中，老实讲，因为原物料跟能源还有人事成本上升哈，其中有一个最大的就是像 AI 公司，日本也一样，也一窝蜂投向 AI， 就发现这些 AI 公司都是规模很小的，10几个人的，甚至10个人以下的公司，这种公司最快就倒闭了。为什么？因为它根本撑不下去。在这种情况底下，我是真的，他们有人建议说，应该是日本，他必须要怎么做？就说他应该要赶快提升粮食补贴，避免市场整个失去信心。然后最重要就是，你现在有很多企业，它还是获利的，对不对？它要实质帮员工加薪，避免整个劳动市场都为之信心溃败，不然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就是高市必须下台。我觉得我已经看到这个下场了。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弱势的日元哦，首先非常的不利于这些进口商，也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一连串的这半年来的大批的倒闭潮。那另外一个就是影响到小老百姓的物价不断的上升嘛。刚刚说这个进口商他们不利的原因是因为进口的成本在商品的部分一口气上涨了30%。那为什么不利于消费者？具体的数字是7月份国内的物价指数年增幅达到了7.2%。那刚刚这个干哥有讲一个指数，我们现在的另外一个指数叫做咖喱饭物价指数，现在是达到141。好，总而言之就是说，跟过去相比已经涨了大概40%吃咖喱饭的这个部分。那厉将军又怎么看？日本不管是你要救老百姓就或者是救企业，我觉得2个你都救不了了，日本完蛋了。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日本就是一个岛国嘛，它所有东西都要从外面来进来。你知道我们讲老百姓要吃的食物来讲，你知道日本自己食物自给率只有多少？只有35%左右。我看到我真的吓一跳。也就是说65%它从外面进来什么？包括到黄豆啦、大豆啦、饲料这些东西。那如果说这些东西你日币不停的在贬。然后，因为你要去买这些东西，你要用美元去买嘛，你要把日币去换成美元才可以去买。那你越买，它这个进口东西，这个你就日币就会越贬嘛。你要换回美元，你就越贬。那你食物你要靠你65%的粮食你要靠买的。第二个能源你又要靠买，也是要从国外进口，你自己国内没有能源。那这2种双重打击下，对老百姓是越严重的。那现在来讲，这个我们知道有一种太太叫渡边太太，你有没有听过哈？什么叫渡边太太？它就日元现在的利息只有1%，美元是多少？美元是大概是3.5%左右，基准利率大概3.5%左右，3.5到3.75。那很多所谓的渡边太太，就包括日本的民间的这个欧巴桑他就怎么样？他去跟银行借日元，借了日元以后，他去换成美元，然后换成美元以后，他去存美元利息。那每个月，对不对？他这个利差之间，他就可以赚这个利差。这是第一个。那你日币要不要升值？你不升值的话，就这些，那渡边太太们就越来越滚越多。除了渡边太太，还有很多国际的企业家，他更会这样干。那你日元哪受得了？那你升息，你升从1%升到1.25%。你认为挡得住美元吗？第二个，我跟你讲，美元会不会升息？前2天我们看这2天股市为什么会涨，就是说美元来讲的话，这个美国 FED 他说他不升息，那股市就涨了。那不升息代表意思什么？它会不会升息？因为美国现在自己也面临通货膨胀。那第二个，你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去卖美元。但你卖美元，对不对？把美元美债换掉以后，来买日币，这样也可以救日币，让日币升值。可是你这一定会得罪美国，美国一定是不会同意的，这根本想都不要去想那也因为如此，我们看到高市早苗它的支持度不断的在崩跌，也就是那是因为日本来讲的话，通货膨胀会越来越严重。那日本企业救得了救不了？我觉得当老百姓救不了的话，你日本企业，我跟你讲。事实上，民间的生活是跟企业连接在一起的。你民间救不了，你企业你也救不了。好，谢谢厉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接下来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是普丁踩爆了日本的禁区哦。先来看到二战中战日前，他突然间亲自登上了这个是泽捉岛吃乌鱼子哦，等一下来看。那另外一方面，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呢？中俄朝突然间三面夹击要对抗日本，而且是大力道的要来对抗日本，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包括了俄罗斯从北面的地区建的这个军事堡垒，中国大陆的军舰从南部直逼上来，北韩则是飞弹压境哦。日本现在可以说是遭到了南北夹击。今天就这个议题，我们会做深度的剖析。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首先看到第一个。为什么会普丁选在这个时候8月15号前夕亲自登上了泽捉岛呢？等一下我们要来看他到底要向日本方面释放什么样子的讯号呢？第二件事情是这个俄罗斯为什么把北方四岛现在变成了自己的军事堡垒呢？在这个军事堡垒上面，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一系列的武器，从苏35到 S300 反舰飞弹等等都在上面。它是要把日本彻底的挡在北方之外吗？第三件事情就是中俄朝的联合抗日了，是不是日本现在是三面受敌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有深度的剖析。好，来看到的是前脚普丁才刚完成太平洋舰队的军演，结果呢后脚是立刻选在8月15号这一天特别的敏感，就是因为它是在二战的结束纪念日之前的前夕登上了日本所主张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捉岛。好，这一次的讯号备受关注，因为呢，普丁不只是走走在当地的学校啊，看看医院、水产加工厂而已，还有品尝乌鱼子啊等等的，他直接是把国旗给带进来，并且插上去了。这个举动让高市早苗非常的愤怒，他说绝对不可以接受这样的举动。普丁则反呛，日本对北方四岛的主权主张是毫无根据的。好，这个是我们看到照片上普丁的一系列的动作，吃乌鱼子啊，还有插这个俄罗斯的国旗等等。好。那么我们要看这座岛为什么这么的重要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它的地理位置哦。泽捉岛在这边，那这边就是北方四岛，日本就在这个位置哦。那我们先来看到它的岛屿的面积是超过了3000平方公里。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在天然的战略链上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理位置，是一条像是海上长城的一个地理位置哦。连接的是包括了北海道到鄂霍次克海，还有西太平洋等等的地区。那再来看到是鄂霍次海对于俄罗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核潜舰在这边长期活动。那北方四岛这边又有非常多重要的战略资源，除了渔场之外，还有矿产跟地热等等，也难怪俄罗斯这么的重视这样子的一个地方。而当时的现在跟日本跟俄罗斯的争议就在于，苏联当时对日宣战，进攻了这个千岛群岛之后，就占领了这边的北方四岛。但是日本始终主张说，北方四岛并不属于日本在战后放弃的千叶群岛啊。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请教汉庭怎么看？普丁他登上了这个泽捉岛所代表的意义，还有在这个时间点上是要跟日本传达什么样的讯号？这是一个包含领土宣示、二战叙事、军事威慑和外交敲打的4合1组合拳哦。第一个，普京作为最高的元首到了这些地方，而且呢，他做的都是日常性的民生动作，什么吃鱼子酱啦、学校、医院、工厂，这表示这是我俄罗斯的常态疆域啊。我们普通俄罗斯就在干这件事情啊。那我身为最高领导人来看看老百姓过得怎么样，这本来就是我的地盘，这不是我们要跟日本还谈判的，或者是模糊的，没有模糊的。所以梅德韦杰夫更直接讲，南千群岛过去、现在、未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他甚至呛高市早苗可以大放厥词，但是你的言论呢，
无济于事。好，第二个是在二战叙事上，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因为8月15是二战的重要纪念日嘛，日本自己呢也在搞纪念，所以正是选择在此时此刻啊，他前2天呢秀肌肉搞军演，然后就来到北方四岛，那也干嘛呢？也是要在强调整个二战事情当中，你日本是战败国。并且呢，普京也说了，这北方四岛是在二战结果所确立的现实，日本主张毫无根据。再来第3，他12号啊也亲自登上了瓦良格号指挥舰啊，太平洋舰队大规模的演习，也是告诉日本和美国，我目前俄罗斯是有能力在东西两边的兼顾两线的安全的。所以打破一种，你觉得我都困在乌克兰啊，我是不是东方这边就没得做啊？不是哦，我东方这边可以兼顾，我西方这边也可以兼顾。在第4个，当然就是外交敲打，因为日本在8月4号最新版的防卫白皮书首次把俄罗斯当成威胁的主要来源之一。普丁呢在12月号直接回呛啊，你把我列为主要的威胁之一，但我俄罗斯没有威胁日本啊。同时呢，普丁也把责任推回给日本，说俄罗斯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其实是关系很好的呀。但后来日本对俄罗斯发生了变化，这个变化不是我们俄罗斯要负责啊，这是你日本自己要负责。所以他既展现了强硬啊，然后呢也强调了说要沟通也是可以沟通。普丁说，俄罗斯准备寻求啊，就是这些北方四岛、南千群岛问题的解决方案，希望能跟日本缔结和平条约。那啥呢？那就是日本必须要先放弃他的领土主张，放弃跟随西方，那我们当然就可以谈。那可能吗？日本当然不可能放弃。而且这一次日本的反应啊，有点拉差，抗议的很响，但能动的很弱。为啥呢？日本的外务大臣啊，当天他就召见了俄罗斯的驻日大使，提出抗议。但是日本外务省的高官私下承认，我们一直都很密切注意俄罗斯的动向啊，但是我没有想到普京真的会访问北方领土啊！我们现在也是很着急的要分析俄罗斯的意图，然后要赶快来研究。他没想到，啥意思？就你日本情报系统对俄罗斯研判失误，对吧？就彻底失能。那这也表示你确实日本抗议很大声，但是实际上的能力也真的不足。好，这个普丁突然间登岛，是让日本吓了一大跳。那目前只能在政治上面有所喊话而已，还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动作。那我们来看到军事上，其实日本呢长期早就在这边布局好了。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帮我们看一下这个武器啊，还有各种的军事上面的部署细节。首先，我们看到俄罗斯在这边呢建造的这个军事堡垒有哪一些细节内容呢？日本防卫省特别说，他捕捉到了俄罗斯在国后岛。还有呢，这个泽捉岛部署了一个叫做师级的部队，这当中包含啊，在上面可以看到有战车、装甲车、火炮、防空飞弹跟侦察无人机，还有包括了这些暗制的反舰飞弹。再来也被拍到有这个歼35战斗机，还有防空系统射程达400公里等等，等于说是一整套完整的军事防御，是不是是不是俄罗斯正在把北方四岛这边打造成一座可以遏制住日本北方咽喉的军事要塞呢？那厉将军怎么看？各位知不知道，日俄两国到现在从24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现在一直双方都还没有签订所谓的和平协议。所以说理论上面日俄双方现在还是在交战的状态因为没有签任何的和平的协议。那为什么没有签呢？就是因为这个北方四岛的领土争议问题到现在没有签。那首先我们要从这个北方四岛跟各位介绍一下它的战略位置。我们看一下这个北方四岛这个由北边最北边这边到最南边这边长大概是有1500公里左右那中间总共有52个岛。大家可以看到很清楚，这个分别这边是鄂霍次克海，这边是太平洋。那这个俄罗斯他们主要是太平洋舰队主要部署是在鄂霍次克海，在库页岛这边，这个是库页岛。从这边来讲，这是它潜舰活动的基地。它如果要出太平洋的话，势必是要穿过千岛群岛。那日本跟美国想要将俄罗斯堵在这个鄂霍次克海之内的话，就必须要控领整个千叶群岛。这个道理就有一点像琉球群岛这边日美想要借着琉球群岛
这个阻挡住中国的海军出太平洋、出第一岛链，道理是一样的哈。这是第一个，是地理上面的重要性，我们先了解。第二个，我们讲历史上面，为什么双方到现在争议不断？在185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日俄两国曾经签了和亲的友好的条约哈。那时候因为俄罗斯你知道，它这边是面对的是欧洲，这边是面对的这种亚洲嘛哈。他那时候欧洲来讲，其实对他来讲比较重要，不管是拿破仑曾经征俄，或者之后来讲的话，包括希特勒曾经征俄，所以他重点是放在欧洲。那日本这边东亚洲这边，他就跟日本签订和好条约。但是签订和好条约什么？它整个千岛群岛，它都是划归同意给日本，都给日本。这是1855年，但1875年的时候哈，这个日本也释出这个善意了哈，他将库页岛给俄罗斯，就是双方呢1875年，俄罗斯拥有库页岛，那日本拥有整个千叶群岛。大概在1875年的时候是这样，可是，在1905年的时候就有改变。1905年发生什么事情呢？日俄战争哈，这个俄罗斯战败。日本除了说空有千叶群岛之外，他还占领了这库页岛的南部。这是日本那时候这个1905年日俄战争打完以后，他占领了整个库页岛南部。但是没想到在1945年的这种2月份的时候，2月份这个美国因为24次世界大战为了要打败日本，他希望说是俄罗斯对日宣战，所以那时候有一个会议叫做雅尔达会议。在雅尔达会议的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答应俄罗斯说是答应那时候叫苏联，如果说你宣布对日作战的话，那战后如果胜利，他就将所谓的整个千岛群岛那时候还是日本占领的，就把千岛群岛这个划归给俄罗斯这是2月份的时候，在雅尔达会议那时候，这个美国总统答应苏联，但是没想到2月份开完会以后，在8月9号的时候，美国对日本投下两颗核子弹原子弹呢，广岛跟长崎丢了2颗原子弹。那一丢下去之后，俄罗斯马上宣布对日宣战。一宣战之后，各位看一下，8月9号投下来，他立刻宣战。在8月15号的时候，日本就投降，然后俄罗斯就占领整个千叶群岛，整个占领到。当然，这个问题总是要解决，日俄两国还是要签订，战后还是希望能够签订所谓的战后的和平协议。所以在1945年的时候，跟在1956年的时候，这个俄罗斯答应将南边这2个岛慈武跟色丹岛这2个岛还给日本。那俄罗斯要占领的佐泽岛跟国后岛还是他的。那为什么俄罗斯要占领，还是要保有国后跟泽卓呢？因为这个海峡非常重要，这个海峡是不动海峡，冬天的时候它不结冰的。那太平洋舰队，这个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如果要出千叶群岛的话，它冬天的时候可以从这边穿过去，所以它还是要国后跟泽卓。那这2个岛，他答应说我们签订和平协议嘛，这2个岛还给你。但是谁不同意了？我跟你讲，美国不同意。美国为什么不同意？美国认为说是国后跟泽卓他都要回来。那时候这个因为美苏在冷战期间，美国一直要将苏联围堵在这个鄂霍次克海之内，所以美国没有同意。由于美国从中作梗，所以这个条约就黄了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这整个4个岛都还是俄罗斯在控制。好，那关键在什么地方呢？双方其实还这段时间还谈来谈去，但是在2022年的时候，俄乌战争一开打，这日本自己作死，日本自己先去制裁俄罗斯，那真的是把这个北极熊惹恼了。所以说俄罗斯现在谈都不跟你日本谈再加上现在来讲的话，日本军国主义复苏这种观念状况之下，那普京更不可能跟你谈归还北方4岛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普京这次去这个宣誓的意义是大于其他的。那我想说，日本想要回这个北方4个岛我觉得是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了。那普京大概这方面也不可能会答应，因为我们看到普京在东边，对不对在欧洲那边他要这个顿巴斯，然后在亚洲这边，他就一定会确保他的这种千岛群岛在他的领土管辖之下。好，所以没错，现在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因为刚刚将军特别提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之下，现在不仅仅他要面对于来自于俄罗斯的压力，还有包括了中国大陆跟朝鲜等等。那中国大陆的部分，我们知道7月份当时不是有中俄的联合
军演嘛，当时大陆出动了055、052D 啊、903补给舰等等，甚至052D 在冲之鸟这边还发动了一个机炮射击哦。那俄罗斯的方面，它当时的军演则是从北方的这个北方的这边来进入哦，所以等于是说现在面临了3重压力吗？来自于中国、北韩跟这个俄罗斯的压力，干哥怎么看？好吧，对不对？刚刚李将军讲得很清楚啊，成也美国，败也美国啊。为什么？因为当初如果在1945年2月的时候，雅尔达尔密约签订，美国那个时候正是拜托俄罗斯，你赶快给日本施压，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哈，我们美军登陆日本，预计要动员100万兵力，还不见得能够打赢。所以那时候有时空背景，急切的希望俄罗斯出兵。俄罗斯那时候就讲，好，既然这样子的话，我告诉你啊，那个北方4岛都是我的，千岛群岛本来就是我的，那通通都是我的，还有各种各样的，都要让美国让步。后来美国跟罗斯福总统跟丘吉尔首相都让步了，所以名正言顺的在战后就拿下了这北方4岛。那这次普丁他登上了那个泽佐岛，其实他的那个象征意义很大。为什么？他去看了学校、医院哦，还加工厂，看了这么多地方，就是再次宣示说，我们不可能会把这个地方还给你，除非外星人入侵，我才有可能。因为这本来就是我们这个俄罗斯的领土啊。那当然，在日俄战争，也就是在120年前，1905年的日俄战争，那是有历史渊源的。那时候，俄国打败了，俄国真的彻彻底底被东乡平八郎给打败了啊！所以在那个时候，俄国是非常耻辱的。那在2次大战之后，也就是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拿回了北方4岛。所以说，这北方4岛对于俄罗斯的战略意义而言，不言可喻。可是你看到刚才厉将军有把那个地图展示给大家看，你就会发现说，天哪，这4个岛，国后、泽捉、池武、色丹，距离日本这么近，怎么可能会是俄罗斯的领土了？那我今天也反过头来讲，冲绳岛距离我们台湾比较近，为什么它也是日本的领土呢？更不要讲西表岛，更不要讲与那国岛，还不是通通？那距离我们台湾的彭佳屿才多少公里而已，现在也是日本领土啊。所以日本一向侵略别人，不要讲别人侵略他，这是反过来的。所以像中国现在强大了，我们有055跟052D 的编队靠近了日本的中国海峡，然后日本就哇哇叫，然后普丁登上了泽佐岛，你也哇哇叫。现在这个金正恩他的飞弹也对着你，你要不要哇哇叫？三方势力对于日本而言，坦白讲一句，都不是高市早苗得罪得起任何一方的。任何一方他都得罪不起。当然，俄罗斯这次精锐进出啊，光荣级巡洋舰都出来了，还有那个无畏级那个巡防舰也都跑出来。你晓得，普丁已经拿最后的本了，拿出来跟你搏了。我也是真的觉得说，他这次去到那个泽佐岛哈，他这个就说怎么讲，作为俄罗斯总统的那种身段还是在的。不过我说一句实在话，太平洋舰队要赶快重新整顿一下，因为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舰艇数已经不够了。在面对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时候，其实老实讲一句，他已经落后很多了。这是普丁必须要注意到的地方。好，谢谢干哥。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好，军事的消息，我们赶快来看到美军11艘航母不够用哦，因为伊朗现在拖垮了福特号还有林肯号。
第一岛链会不会陷入真空？欢迎观众朋友留言来跟我们做分享。如果您认为接下来美军在第一岛链航母的部分会陷入真空，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不会，很快就会有替代方案，留言写2。那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探讨的事情是，川普大开倒车了耶，现在要改回蒸汽弹射，不用电磁弹射了，怎么回事？今天会做深度的剖析。好，美国我们大家都知道拥有11艘世界最多的核动力航母，但是呢，美伊战事打到现在，五角大厦碰到一个最头痛的问题，就是11艘竟然还是不够用的。因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的航母它在打仗的同时，另外一边它可能要进行大修，或者是要进行保养，或者是它要换这些核燃料啊，或者是长期部署等等各式的问题。那我们现在来看到11艘航母现在都在用在哪里呢？首先我们这几天谈的这个林肯号，大家都知道在海上的期间已经有9个多月了。那接下来呢，它目前呢，就是要特别注意到，就是布希号目前是在中东跟林肯号一起在支援第5舰队来打这个伊朗哦，所以看到这个是目前在工作的林肯号跟布希号。那接下来呢，因为这个林肯号真的已经太累，在海上部署达到了9个月的时间，接下来要换上去的就是华盛顿号了。特别注意到，因为呢，华盛顿号现在单独是在日本这个周遭这边，所以它接下来会从西太平洋转到中东去接替林肯号，也代表说，接下来是不是在日本这边的第一岛链等于就是空下来了呢？那剩下的航母其实我不一一念出来，大多都在进行大修，或者是才刚这个今年准备要退役等等啊，或者是他还在做维修等等。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先请教汉庭怎么看哦？这个11艘航母，但是真的可以用的，我们看到没有几艘哦。那福特号、林肯号都被伊朗拖垮了。华盛顿号如果真的撤出了第一岛链，伊朗它集成的航母就已经让美军全球部署出现了破口吗？那汉庭怎么看？伊朗没有集成任何一艘美军的航母，可是呢，却把美军11艘航母的神话让大家通盘来检视。账面上有11艘，能战的有4艘。最后能够调去搞第一岛链的0，而且美国法典第10篇8062节白纸黑字写着，海军任何时候都要有11艘航母，联邦法律规定的哦。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真正的能打的就4艘，而且呢，林肯跟布希2号就是正在中东，已经锁死了，不能动了。然后其他7艘呢，要么在修要么呢也在修，反正2种修，要么在修理，要么在休息，就反正都不能用，对吧？其他7艘都不能用，真的能打就4个。所以林肯号的状况，而且很夸张啊！这边我们只说它待了9个月，200天没靠港，它基本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甲板安全隐患，甚至呢里面有官兵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待在里面太久了。200多名的船员亲戚啊，找到代理海军部长面前抗议，太久了，太久了。然后呢，就连参议员呢都致信给国防部啊，要求解释，太久了，太久了，赶快回家。那为什么不让他回家呢？因为他回家就没有人能够接班。美军航母的轮替逻辑呢是3-3制，就1/3在前线，1/3在训练，1/3在维护。那如果林肯号一走，中东就会出现航母的真空，要填中东这个窟窿，那你就只能够从西太平洋抽华盛顿号过来。所以华盛顿号本来它在日本啊，那它就必须要调过来。那因此西太平洋的一段时间就没有任何美国的航空母舰在。因此伊朗它没有打穿任何一个航空母舰，但是呢，它能够让很多人想沉没。为什么呢？它让这些士兵想要跳海。对。那伊朗呢也没有打穿华盛顿号，但是可以逼着华盛顿号掉头走啊。伊朗呢也没有打中福特号，可是呢，伊朗呢可是福特号呢它必须要这个继续修，而且至少呢要修1年都不能够出场。所以在第一岛链的航母真空，它到底是个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其实我们短期来看，比如说半年，西太平洋就航母真空了，华盛顿号走了，那罗斯福号呢还在夏威夷附近，卡尔文森号要到2026年底才能完成部署，尼米兹号呢它大概要到2027的上半年都还在修，而且修到什么时候不知道。所以半年到1年的时间，第一岛链内美国没有任何一艘可以立即投入战斗的航母。而如果中期来看呢，其他的也还在修甚至呢什么还在交付但是也很难回复到6年以上啊。所以先前才有所谓戴维森窗口，说2027年两岸非常关键。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军的这些航母的势力刚好在这个时间点出现了破口。
好，这个是航母在第一岛链很快的可能会出现一个真空的状态。美国的航母在第一岛链。那另外一件事情是，突然间川普为什么针对于航母的方向突然间做了一个大修改？就是他认为说福特级的航母这个弹射系统，他们认为应该要放弃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并且还说要正式的签署这个是安全备忘录，所以这件事情是搞真的哦。那当然了，现在这个就让这个外界非常的傻眼。首先呢，这个电磁弹射已经累积了36800次的弹射，就是有非常多次的这个练习。那这些时间成本等于就没了吗？第二件事情就是说，他烧了非常多的钱哦，烧了10多年，已经达到了数十亿美元。所以呢，这一家是通用原子公司，是制造电磁弹射系统的公司，公开的警告说，我们的生产工作都已经接近一半了，你现在突然间改变了方向，会带来巨大的成本、时程跟更多的风险。再来就是航母它的交期啊，航舰的交期也会再延长。福特号原本就已经延误了，另外一艘多里斯米勒号的时间的交期也从2032变成到了2034，又要再延后吗？再来就是有关于未来的作战方向，是不是也会等于要改变了呢？因为呢，过去之所以要改变退掉这个蒸汽弹射的原因，就是因为因应无人化时代，所以他们希望电磁弹射上面可以放不管是 MQ-25 无人加油机啊，大型的无人机作战，或者是小型的无人机。那现在换成了过去的蒸汽弹射，也代表说现在有一个专家这么说，战力直接倒退一代。厉将军同意他这样的说法吗？确实是重新是倒退回来了。那你知道这个川普他这个脑袋里面，他一直是这种旧式的脑袋，他一直在怀念以前那个时候的军舰的造型。譬如说，他想要再造川普级的战舰，就是像是20次世界大战那种密苏里号那种大的军舰，他觉得那才是够雄壮威武。那当然，他曾经也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蒸汽弹射，那个飞机放飞出去以后，那个甲板上面有那个袅袅的那种蒸汽烟雾很有这个迷蒙的美感。他要的是这个东西啊，所以他要改回来。那确实，我想说，军武界的人已经把它当作一个笑话看哈。那你知道蒸汽弹射跟这个如果说是电磁弹射要改回蒸汽弹射，就像是什么？就像你家里面，如果说你已经是用这个电器的设备在煮饭，我们知道现在有很多家庭是用电炉在煮饭，那你整个系统又要改回到瓦斯炉，你想想看，整个墙壁要敲掉，重新管线要重新拉过那个所费的工资有多大？那重点是说，你改回来以后，对作战反而是效率会降低的。电磁弹射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它很快可以备战。你这个蒸汽弹射，你要将锅炉烧开才会有蒸汽嘛。那电磁弹射，你随时这个有电的话，它就可以做弹射。所以说，电磁弹射大概只要15分钟就可以将飞机放飞出去。那你要烧开一个锅炉，要将近24小时，差别到这么大。第二个，电磁弹射它的优点是什么？它可以弹大飞机，也可以弹小飞机我大的飞机这个我用比较大的推力把它弹射出去，就像是我们讲福建号上面空警600那个重位比较大，然后这个或者是说歼15战机，它可以满油满弹它也可以将它弹射出去，但是它也同样可以弹射小型的轻型的飞机包括到无人机。我们这次看到大陆来讲，它四川舰它用电磁弹射，它就可以弹射攻击11这种小型无人机也可以弹射，所以它的这种作用范围是比较广。但是美国为什么川普要改回来？其实美国的电磁弹射跟中国的电磁弹射是不一样的。美国的电磁弹射叫做中压交流那中国用的是中压直流系统，所以中国故障率比较低，那美国的故障率比较高这第一个虽然说故障率高了，他现在来讲，他希望能够弹射4366次里面只有1次故障，但他现在600次就发生1次故障，但纵然是如此，它比蒸汽弹射的故障率是还要低，因为蒸汽弹射大概现在405次就会发生1次故障。那发生故障，重点不是发生故障，重点是发生故障之后，这个美国的这种电磁弹射，它是4条弹射线都不能用，那问题就大了。你只要有1条故障，你4条弹射线你都不能弹射飞机，那问题就很大。你说蒸汽弹射，虽然说1条弹射线出问题，我还有3条这个弹射可以将飞机放飞出去，
那你美军来讲的话，你现在虽然说故障率比蒸汽弹射要低，可是你要出一个你就弹射不出去。另外第二个问题我们看到福特号到现在不管去出任何任务，它都只能带着旧款的 F-18战机，它不能弹射 F-35。那5代战机你不能弹射，你这种航空母舰有什么用？所以我觉得川普讲这种话，当然改要花很多的钱。退回上一代，不改的话，你的战力还是永远是落后的阶段，你没有办法完全发挥这个航空母舰它的全战力还是没办法完全发挥。好，所以这个川普现在蛮坚持，他就是要改回去过去的这个蒸汽弹射。那时间成本现在要花下去之外，你还要重新找工厂因为当时做这些蒸汽弹射的工厂已经倒闭了。那现在到底要怎么办呢？因为这家是巴布科克的这家工厂去年就已经宣布破产了。那现在到底谁要来做所谓的蒸汽弹射？那接下来对于战力的影响，干哥又怎么看？美国10艘尼米兹级航空母舰它是 Wilcox 这家公司生产蒸汽弹射器，这是全球仅此一家为什么？因为英国的已经倒闭了，那法国的弹射器是跟美国买的，所以全球只有这么一家可以做。但是美国海军已经20年没有买新的蒸汽弹射器了，这是全人类里面只有美国会，然后独步全球，用蒸汽弹射。这种弹射是最传统的，也最老派的，然后呢，也最可靠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故障，它很少故障，它故障的排除比电磁弹射容易太多了。那电磁弹射呢？我现在必须要先就是说，我们先讲一下电磁弹射，就是说，在中国现在快速发展。我们不但有这个福建号，我们还有076这种2栖突击舰都在用电磁弹射了，但可靠性是一个问号。我说实话是一个问号。美国的福特号用的电磁弹射一样是一个问号。为什么川普会叫大家就叫船厂退回去？那是有原因的，因为电磁弹射不可靠，它就是这么不可靠，它没有蒸汽弹射。